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中经院国际经济所的副组长江太清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主持人、观众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安格 Ross 好。大家好。好，今天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呢，在这个月底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 APEC 领袖峰会啊，马上就要登场了。但是当中的重头戏，也就是习川会，现在全球都在瞩目。可是呢，经过了先前的很多的转折啊，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习川两人是会见上一面的哈。不过在这个 APEC 会前的过招啊，最近看到中美就像是打乒乓球一样，真是打得非常的火热。而且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稀土战，让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的采访时也坦言，他说对中国大陆发动的关税啊，这个威胁要征收的高关税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看到了，北京在祭出了稀土出口是采取事先审查这个措施之后呢，目前看起来是在12月1号才会正式的来实施，但是呢，具体的细节呢没有进一步的公布。而川普呢也一度要威胁呢，说从11月开始啊，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这些商品当中呢来加征100%的关税，甚至还扬言说 APEC 那么习川会就干脆也没见面的必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后来改口表示，他说什么呢？他说跟习近平相处得很好啦，认为美中之间没事的，但必须达成公平协议，而且他说这一定要公平。另外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呢，他也表示，如果北京放弃最新的稀土出口管制计划，那么美方愿意延长对中商品高关税的暂停期限。目前说法是说大概再延3个月啊，不过中方会理会吗？好，贝森特最近也才言辞批评了中方的贸易谈判副代表李成钢。而就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啊，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我来念给大家听，就是川普呢再度抛了一个震撼弹。他说从11月1号开始啊，因为是在美东时间1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11月1号开始对进口的中型还有重型卡车以及相对的相关的零件课征25%的关税。而且对进口巴士要加征10%的关税。其实讲到了习川会，大家都在看这个川普好像是比较想见习近平啊，不过现在习近平就是按兵不动。可是看到美方似乎也只有一招，就是关税、关税、关税。聂老师 ，OK， 西洋拳、太极拳的这个搏斗已经非常清楚。太极拳打得很凶，打出去，3招就你讲的关税、关税还是关税嘛。打到最后，你看那只龙从海中突然跳出一只头，他想打它，哎呀，你看被我打下去，噗，身体再打，哎，发现身体这么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海中的龙啊，这个潜龙到底里面有多少的太极拳的实力，这个逆来顺受来回击你。是，我觉得他怕到不得了，美国怕不了，所以当然会想见习近平，因为他真的想一窥究竟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因为喊在天空中的老鹰天天喊关税关税，我要吃你，你再不听我就要打你。他喊欠了全世界，但是这只龙真的有太多的武器。你刚刚讲的震撼弹是震撼弹吗？还是关税？卡车巴士又怎样？我跟你讲哈，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如果关税这个稀土禁令，这个他的62公报本，你这个严管啊、主审啊都给我放弃，我才不科你，才再给你延3个月。第一个延3个月没有意义，第二个100%也没有意义。大家去想一下，曾经都145%了。我现在在重点，美国其实慌了，但是其实中国也是慌了，才在10月9号丢出这才叫震撼弹，就是严管和主审。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爬文。其实中国会丢出这个是有2个原因。当然，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未来的终极战争就是晶片的先进制程和稀土里面最高阶的可能军用等等的东西。可这里面都有所谓的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的问题。证据就要技术，因为在9月20号有个潘朵拉的盒子到了白宫，竟然有一个铁杆兄弟的巴基斯坦，这个很可怕总理这个谢里夫和元帅这个穆尼尔拿到那边去打开，告诉川普，我要贡献给你，你也要保护我，印度不要只对他好，中国有帮我，你也帮我，这个严重出卖中国，使得中国害怕这个技术会出去，因为这技术里面有所谓的氟碳锡矿以及毒巨石等等的。我必须说明，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巴基斯坦做一个很大的豪赌必输。但我要讲的是，那美国怎么办？中国当寄出来以后，刚好师出有名嘛。如果不是这件事，他师出无名，他随便打，还真的中到了贝森特讲的，他的敌对全世界，要毁坏全世界，其实完全师出有名啊。老师也看到是中方寄出的，像是美方先前对中方所实施的这个常备管辖哈。那但现在就想说 ，APEC 到底见面有这么重要吗？见面如果真的能够有实质的效果，那就算了嘛。你怎么看？我跟你讲 ，APEC 他们一定会想见面，是川普想见面。我们就可以想一下，2013年呢、美国shutdown 19天，其中在10月5号到7号，在印尼巴厘岛开了一个很重要的 APEC 第21次会议，亚太经合会议。讲不好听一点，全世界21个国家就是要稳定亚太的金融，当然也影响到整个国际经济。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国际间经济，这个亚太金融都不是最重点，就是中美贸易战。各位啊，当时奥巴马也要跟习近平刚上任的2003要见面，那是奥巴马第2任期。各位如果回想，当然这是过去式了。当时呢，奥巴马因为shutdown政府下他没有去，所以那时候一枝独秀就是习近平。这一次讲不好听，川普绝对会想去啊，那当然也希望能见到习近平，搞不好习近平。我当然不可能，但是也搞不好就不过去，然后让你一个表现。当然这个会议太重要，习近平还是会去，应该会见面，也会谈，但是谈不出东西，因为中国在后面的整个智囊团的策略在设计的时候，他们还有其他招式要出，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烧赢了，他要乘胜追击，步步为营，要让美国真的赢不下去。所以 Ross 也觉得习川会见上一面吧？目前真的是很难讲啊，问题到最后都还有变数。当然了，第一，因为政府关门啊，或许最后其实川普放弃去亚洲这个亚洲形势还是有可能，那是真的。理由是要先处理内部。但是另外是如果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来准备，那中方一定会拒绝啊。川普的想法态度个性又不一样，你给他一天几个小时准备时间，他应该会说 OK 没有问题，我还是给1对1跟习近平见面。但是中方这方面是比较谨慎、比较保守，所以他就是习近平本人或他们俩，他们一定会需要几个礼拜准备的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是快来不及了。所以你觉得中方打出稀土牌是有效的吗？快答。没有，我觉得你觉得没有效？目前没有效。好，我进一步问你哈，因为这个财长贝森特他已经批评了，说北京的管制啊，说稀土出口是与世界对抗，他要拉着全球啊，跟着这个中国大陆来为敌哈。他也告诉媒体说呢，这对美国的盟友来说，他特别强调，盟友来说是一个清楚的讯号，就是大家必须团结，而且我们将这么做哈。那当然，那个国务院旗下就是大陆国务院旗下的中国网也发表文章。他特别强调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就是因应境外组织把稀土转移到敏感领域的必要之举，而且这句话很重要，中国大陆正在成为全球稀土秩序的管理者。好，有一份资料研究是这样讲哈，稀土交易所的指出呢，美国目前缺乏全面的基础设施来挑战中方的稀土主导地位。而且他们估计至少要大概到2040年才能够实施供应链的自主，就算乐观一点，也得在7年啊，也就是2032才有办法实现。所以现在说，为了这个关税，美方大概有筹码打关税战，但是没有筹码打稀土战啊。要团结网友怎么做？目前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可以设这些关税，问题是中国的相关业者还是要赚钱。他们不能不卖出去他们的东西，这些稀土，所以即使中方有设这些限制出口管制机制的话，迟早还是要答应业者把东西卖出去。好，你讲到一个关键，就是中方还是得要卖东西，对，那美方也是一样，他还是得要买东西，所以双方就盯在那个地方，不是吗？美国还是会继续买，其实这个有点像农产品一样，目前中国不买美国农产品，这个对美国农民也是对川普是非常大的冲击。但是中方还是要买这个东西，当然他们有别的选择，他们可以去巴西或阿根廷，但是他们比较就是业者也是比较希望可以继续买美国的商品。目前有看法是认为说关税大概只能换到大豆，他没有办法换到稀土，觉得？这个其实也要看川普跟习近平到底能不能见面。因为要记得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Trump is the best negotiator， 对不对？他自己认为，什么谈判，我是谈判王，对不对？只要是有机会进行谈判的话，对，什么都可以交换，达成共识。那你怎么看稀土本身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这个
现在中方长期会把稀土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哈，那让美方因为一遇到稀土就立场软化哈，所以面对这个问题，你觉得美国有什么样的对策？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也是结合澳洲，它有相关的一些稀土的策略，可是精炼的部分，就是精炼这一块还是得回到中国大陆，所以结构性问题怎么处理？这个川普政府已经有相关的动作，第一会松绑相关的许可的这个申请或核准许可的程序了。那希望这个精炼可以在美国扩大。对。那另外，川普政府就是跟过去美国政府非常不一样，已经开始直接把美国政府的钱投资相关企业。那如果再次会有类似的机会，因为前几个月国防部有大投资在一个精炼公司，对不对？7个，对。那川普政府已经说了，如果还有其他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投资了。那我相信，不管是川普政府或下一个美国总统等等，那以后美国政府可能因为这个是关键的产品。为了国防，为了美国其他的行业，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直接投资这个行业，把这个精炼拿回到美国去了。好，所以关键就是时间问题啊。姜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啊。来，我们看一下画面右边啊，这个是《晶片战争》这本书的作者啊，叫 Miller。他说呢，中国大陆的稀土许可这个合可制度的影响啊，几乎可能会遍及全球的晶片业者，但是也会加速全球发展出一个非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另外，在右下方呢，聚亨网啊，北风窗。他引述了北风窗的报道，说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一项法宝，就是全球工业用的金刚石啊。中国大陆的占比是95%啊，这个产量非常的高。那这个金刚石呢，这工业用的金刚石是具有高硬度、高耐磨度的特性，特别用在晶片生产线上，你要来切割细片的。这个细片如果不能切的话，就完了。那所以我想请这个姜老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科普一下。稀土当然分非常多种哈，在晶片制造上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怎么看这个工业用的金刚石 ？OK， 好，那其实稀土大家会觉得说它是某一种土，那其实稀土它是17种的化学元素的总称哦。在2024年，那稀土呢，在中国其实有占70%，然后它精炼啊，全世界送到大陆去精炼有90%。那第二大稀土生产国是哪里？其实是美国哦。美国是11.5%，那其实只占1/6。那再来是澳大利亚跟缅甸的总和大概是10% 左右。所以其实稀土到处可见。那为什么现在会弄成这样的僵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高污染的东西。那高污染的话，那过去美国就觉得这种高污染的东西应该在开发中国家，比如说丢给中国啊。那比如说像半导体，美国也觉得这个东西高污染。很没有效率，所以就丢给台湾。那导致因为全球化的分工，导致现在反效果来了。现在后悔莫及啊！后悔莫及，那没办法。那我要很快的去重振整个样子的制程，我觉得现阶段来说是没有那么的乐观。那同时呢，刚提到稀土其实到处都有。那目前日本的话是在那个海里面去挖海里面的泥土，然后试着要去精炼。那刚刚有提到说稀土要用在半导体的哪个部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通电的东西会需要半导体，能动的东西会需要稀土。OK， 那什么东西能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马达里面的磁铁都会用稀土。那刚刚提到的研磨会用到稀土。那又提到刚刚又在说，大陆好像有个大烧招叫做人工钻石嘛。那人工钻石用在哪里？第一个会用在研磨。那第二个，他们可能会说用在切割，但是目前来说，晶片因为很优秀，所以它基本上是用雷射切割。那有一个可能也许是记者朋友，也许是物质，因为英文都是 diamond。那 diamond 还会用在哪里？新的第5代的化合物半导体，它其实就是钻石，用蒸镀的方式。那过去可能是第1代、第2代、第3代、第4代。到第5代，我们过去都一直觉得说第5代化合物半导体可能大陆追不上来。那最近有一些论文的引用，还有一些论文的发表，发觉说，没想到大陆竟然在化合物半导体这一块追上来了。OK，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去看哈，现在从美中之间的竞争，你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似乎抓到了川普的一个盲点或者他软肋哈。不过不是稀土，而是美股。怎么说？马上回来。
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